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3连发封神，网友狂赞这波操作太内行。赵丽颖3连暴击热搜榜，先拆炸弹再送中绯闻，最后优雅转身藏功名。从土味丫鬟到顶流兵法家，她用作品当律师函，让黑粉账单甚疼。新剧定档暗藏大旗，吃瓜群众直呼内行，你是先追剧还是先吃瓜？微博服务器被3连暴击的夜晚，吃瓜群众刚咬下第一口西瓜，就被赵丽颖的营业3件套噎得直瞪眼。当赵丽颖这算官宣恋情吗的爆字热搜刚冒头，当事人反手就把热搜榜完成了俄罗斯方块22.08分甩出的营业微博里，在人间定档消息和自嘲式蹭热度宣言，愣是把营销号的绯闻通稿砸成了哑炮。网友吃瓜 bot 连夜改简介，本账号暂停营业，正在重修顶流兵法概论。眼见吃瓜群众还在研究第一条微博里的春秋笔法，赵丽颖甩出的算你妹3字真言直接焊死了绯闻棺材板。这3个没经过团队打磨的原生态汉字，让全网公关公司集体起立鼓掌。某知名娱评人连夜制作解析视频，建议各大经纪公司把这条微博裱起来。什么叫4两拨千斤？这就叫用3字省3000万。更绝的是第3条岁月静定档提醒，被剧宣同行戏称为赵氏3段轮，先拆热搜炸弹，再给绯闻送终，最后优雅转身深藏功与名。这个从廊坊田间走出来的姑娘，硬生生把娱乐圈生存游戏完成了晋江爽文。当年被群嘲土味丫鬟专业户时，谁能想到她如今能在造型师口中封神？拍风吹半夏那会儿，她凌晨4点就在片场揣摩女企业家步态，把道具算盘摸得包浆。当同期小花还在营销少女感，她主演的现实题材剧集已经能绕地球3圈，850亿播放量堆出的数据城墙，让黑粉的水军账单看着都肾疼。眼尖的课代表发现，赵丽颖耳环热搜里藏着惊天猫腻，某品牌翻车单品被移花接木成绯闻周边，堪称现代版指鹿为马。工作室甩出的10年黑粉名单更是惊掉下巴，网友辣评，这名单够开家黑粉博物馆，建议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比起其他艺人律师函警告的常规操作，他选择用幸福到万家的飞天奖提名打脸，这波用作品当律师函的玩法，让吃瓜群众直呼内行。当全网热议3条微博的公关价值时，真正的狠人早已布局下一盘大棋。新剧定档时间卡着在播综艺收官日，耳环热搜案和呆映电影宣传期，这波操作被营销号奉为舆情变现教科书。某平台运营总监在匿名采访中倒苦水，他家工作室每次搞事，我们程序员就得提前扩容服务器。看来在娱乐圈这个修罗场，最硬的底气永远是下一部作品，毕竟能打败昨日热搜的，只有明天的新剧预告。在流量时代，社交媒体不仅是明星与粉丝沟通的桥梁，更是公关舆论的主战场。一个顶流女明星的态度，一条微博的用词，都足以掀起一场舆论风暴。而赵丽颖作为娱乐圈公认的低调派，她的一举一动历来备受关注。近日，她连续发布3条微博，言语简练却直击要害，既回应了某些争议，又精准带句，引发网友热议。3连发封神赵丽颖太会了，迅速登上热搜。这样高效而有层次的公关操作，不禁让人感叹，她不仅是演技派，更是情商在线的顶流。赵丽颖的微博3连发，乍看简单，却每一条都充满深意，层层递进，环环相扣。第一条是情绪态度表达，她没有用力过猛，只是轻描淡写地丢出一句角色就是角色，不背锅。看似平淡，却瞬间点燃话题。这句话不仅划清了与角色的界限，更是一种态度的昭示。赵丽颖可以承认角色的复杂，但她拒绝为角色以外的指摘负责。第2条微博，她转发了该剧相关内容，配文希望你们看到她成长的弧光。
这不仅是一次柔性的带剧宣传，更将自己与角色重新连结，强调了他的演绎是出于对角色成长的理解与尊重。第3条微博最为犀利，直接回应了网络误评，演戏不是请罪，不接受恶意代偿。这是一种底线式的表达，代表着他对演员尊严的维护，也再次明确了边界感。这一连串操作中，赵丽颖展现出的不是情绪化的回应，而是一种清醒的逻辑。在娱乐圈被流量裹挟、真假信息混杂的语境下，赵丽颖这番操作可谓难得的冷静与理性。她没有开撕，也没有装聋作哑，而是用一种极具分寸感的表达，既回应了争议，也保护了剧作，还坚定地树立了自己作为演员的专业立场。这种层层递进的思路，让她不仅化解了争议，还借势提升了舆论声量，可谓一举三得。从公关视角来看，赵丽颖的这波微博操作展现出她强大的情绪管理能力与议题控制力。她深知什么时候应该沉默，什么时候应该发声。她懂得如何用最简洁的语言传递最有力的观点。她更清楚如何在保护自己的同时，带动剧集热度，守护整个团队的成果。这种精细化的社交媒体管理，早已不只是情商高那么简单，更像是一种全局思维的体现。当然，赵丽颖的微博3连发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，也和她一贯的低调人设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过去的赵丽颖，社交媒体发言寥寥，从不掀起波澜，她更习惯用作品说话。正因如此，此次她主动发声，才格外引人注目，也更显得有分量。这并非她变得强势，而是她在成长为一个更成熟、更有主体意识的公众人物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她不再只是那个拼命演戏的赵丽颖，而是一个可以主导舆论节奏、懂得维护自我权益的女性榜样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赵丽颖的这3条微博虽然语气坚定，但并不攻击他人，也不夹带情绪输出。这种有锋芒但不伤人的表达方式，恰恰体现出她的修养与格局。在这个情绪先行的时代，很多公众人物一遇争议就容易失控，甚至引发更大的舆论危机。而赵丽颖用一种高级冷静的方式，完成了舆论引导与自我表达的统一，真正做到了以不变应万变。这也让人不禁反思，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，一个女演员需要多大的智慧与勇气，才能既保留自己的温柔，又不被外界的声音所裹挟。赵丽颖用她的3连发告诉我们，女性的表达可以坚定，也可以理性。她们可以温柔，也可以有锋芒。她们不需要迎合世界的偏见，而应该用自己的节奏回应世界的复杂。从拼命三娘到气场轻型姐，赵丽颖这一路走来，面对的不仅是角色的挑战，还有无数来自舆论与偏见的压力。她曾因为非科班出身被质疑演技，因为外貌不够惊艳被评为土气，也曾因为低调做人而被解读为没有情商。但她始终选择用作品、用沉淀、用成长去回应一切。此次3条微博看似简单，其实是她多年累积下的职业素养与人格沉稳的集中体现。对粉丝来说，这3条微博不仅是赵丽颖的一次发声，更像是一次精神鼓舞。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大家，面对误解与攻击，不需要急于解释，更不必委曲求全。真正的强大，是在纷扰中保持自己的步调，在风浪里守住自我的底线。她的清醒，给了粉丝力量。她的坚定，给予观众信心。在此，我们也希望所有热爱赵丽颖的观众，都能从她的身上学到一种边界感与自我认同的力量。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期待与网络舆论时，我们也要学会如何像赵丽颖那样，不慌张，不盲从，不迎合。每一个女性都可以拥有表达自我、守护自尊的权利。每一个个体也都有权利用温柔却坚定的方式为自己的人生负责。未来的赵丽颖或许还会遇到更多角色上的挑战与外界的误解，但她已经用一次次行动证明，她有能力也有智慧去迎接这些风浪。
而我们要做的是尊重他的选择，理解他的成长，并在他的每一次转身中看见那个更加自由、坚定的自己。赵丽颖用3条微博教会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清醒，什么是高段位的自我表达。她没有喊口号，没有做表演，只是静静的、坚定地走在成为自己路上。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娱乐圈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。年度最瞩目影人，王一博凭什么杀出重围，引爆网友热议？近日，王一博凭借电影人于入围微博网友年度瞩目影人。电影人于是导演程耳与王一博继无名后的2度合作，该片延续了金鸡奖班底制作团队定位为文艺片领域的重点项目。故事跨越大兴安岭、越南河内和日本青森三的，讲述不同人物的命运交织，涉及青年面对诱惑、中年男人的人鱼表演生涯以及艺术系女大学生的成长叙事。据此前报道，王一博、王传君等主演的人鱼及其他多部影片上映进展稳步推进中，将择机上映。据悉，人鱼于2023年6月启动拍摄，期间经历极端天气如东京台风暴雨和复杂的跨国取景。王一博在纪录片《探索心境》中透露，此次拍摄过程非常痛苦，但完成后成就感显著。趁拍完此片后面对任何工作都没有压力。此前5月21日，据环球网文娱，由美国电视界奥斯卡支衬的泰利奖 TELLY Awards 公布2025年获奖名单，由主演的纪录片《探索》获得金奖。王一博1997年8月5日出生于河南洛阳，男演员，流行乐歌手，职业赛车手 ，EVISU 独家签约赛车手。2014年，以 UNIQ 组合成员身份正式出道，曾出演《陈情令》《有匪无名》《热烈》等多部影视作品。在中国娱乐圈，每年都会涌现出无数新晋演员和流量偶像，而年度最瞩目影人这一称号，则代表着综合人气、作品质量、观众认可度与媒体关注度的巅峰象征。在今年的网友票选中，王一博凭借多部优质作品的表现以及持续不断的话题热度，强势入围这一榜单，并成功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脱颖而出。这背后绝非一朝一夕之功，也并非单靠流量支撑，而是一个演员持续沉淀与蜕变的成果。很多人起初认识王一博是在选秀出道时期，那个在男团中跳舞最突出却始终低调少言的少年。他的初印象总是冷酷寡言，甚至一度被认为难以适应综艺环境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人们发现这个外冷内热的年轻人，在舞台上有着极致的专业精神，在作品中有着惊人的可塑性，在人生选择上也有着少有人有的清醒和坚定。王一博之所以能够杀出重围，首先是作品的说话权。在过去几年里，他没有把自己困在偶像剧舒适圈中，而是勇敢跳出流量框架，接连出演了多部高难度的现实题材电影与电视剧，如电影《无名长空之王》维和防暴队等，每一部作品都展现了他在角色塑造上的进步与成长。他不再仅仅是被喜欢的男孩，而是一个可以站在大银幕上撑起人物厚度与情感张力的演员王一博。尤其在《无名》中，王一博饰演的叶先生一角令人眼前一亮。在与梁朝伟这样的影帝对戏时，他没有被掩盖，反而交出了一份极其稳重、克制、细腻的答卷。从台词的语气到微表情的控制，从人物的情绪递进到内心冲突的转化，他的表演逐渐脱离表演痕迹，开始显露出沉浸式的角色体验。这种转变不仅让观众看到了他的可塑性，也让业界对他刮目相看。除了电影，王一博在电视剧领域同样动作不断。无论是古装探案飓风《起洛阳》中的百里弘毅，还是其他正在筹拍的重磅剧集，他在剧本选择和角色挑战上都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眼光与野心。他不怕被质疑，也不惧从零开始。正因如此，他的每一次尝试都显得尤为真诚，
而不是为了维持热度而盲目拍摄。作品之外，王一博还有一点格外令人敬佩，那就是他极强的抗压能力与自我管理。娱乐圈光鲜背后暗流涌动，各种舆论压力与黑红争议接踵而至，许多年轻艺人往往因为一句话、一个表情就深陷争议。但王一博从不解释，不争辩，他始终用一句话概括自己，用作品说话。他可以在热搜上冷处理，却在片场中拼到底。这种情绪稳定、专注投入的态度，恰恰是如今浮躁娱乐圈中最稀缺的品质。而说到年度瞩目，一个人若只是靠流量而没有沉淀，是很难真正站稳脚跟的。王一博的粉丝数过亿，微博每一次动态发布都会引发巨大讨论，但他始终谨慎处理每一项合作，不盲目接代言，不轻易接综艺，不频繁露面。他的出现往往意味着一件大事，这种稀缺感反而进一步抬升了他的高价值感。而正是这种少而精的战略布局，才让他在众多曝光频繁的明星中独树一帜，成为真正值得关注的人物。此外，他对角色的热忱和敬业程度，也成为粉丝与业内口碑的加分项。在拍摄《长空之王》期间，王一博多次接受高强度体能训练，与空军飞行员同吃同住，只为更好贴近试飞员这一身份。他不是把演戏当成职业，而是当成信仰。一个演员若想成为影人，就必须具备这样角色至上的专业精神。王一博在这点上做到了，而且做得十分彻底。当然，热议并不总是好评。王一博近年来也承受着相当大的争议和质疑。从被说表演僵硬到不会表达，从冷脸偶像到靠团队包装，这些标签曾一度贴在他身上。但他并未急于撕掉标签，而是静静地用一次次作品与表现去打破刻板